我的房子里有个被水泥封上的阁楼，粗糙不堪的墙面在这间屋子里显得格格不入。我有些好奇地去问房东，但他却说上面只是放了些杂物。我原以为是自己多心，可没想到这是噩梦的开始。最近几天，我经常能听到房子里有窸窸窣窣的声音，那声音断断续续的，就好像有人在拿着刷子蹭墙。可我始终没找到声音的来源，猜测可能是邻居晚上偷偷装修吧，便索性没有太在意。可没想到，一个陌生的快递彻底打破了我的生活。这个快递上写着正是我家的地址，可收件的却是一个叫李先生的人。我明明记得房东不姓李，难道是记错了？想了想，我直接拨通了快递上的电话，了解后才知道，这个所谓的李先生既然就是上一位租客，但他说的话却让我不寒而栗。听句劝，赶紧搬走！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想了想，我赶忙联系房东了解情况，可房东总是遮遮掩掩的，好像一直在故意隐瞒着什么。我越发觉得这个房子可能真的有问题。果然到晚上的时候，那个奇怪的声音又响了起来，但这次不一样的是，除了磨墙的声音外，还有一些嘎吱嘎吱的响动，就好像有人在磨牙一样。想起之前租客说过的话，我汗毛都立了起来。这时有人突然敲响了我家的房门，刚打开门就被一个自称我隔壁邻居的男人劈头盖脸的骂了一顿。我这才得知，那声音原来是从我家的阁楼里传出来的。想到这，我也不想知道那个声音到底是什么了，只想快点搬离这个地方。我急忙打电话要求房东退租，可房东却要求让我再住上1个月，1个月后他会把所有的房租都退给我。我并没有答应他，心里忍不住泛起了嘀咕，他说的1个月是什么意思？直到我第二天查看日历的时候，才发现那天原来是中元节。我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许多恐怖的画面，难不成……这种事情我不敢多想，便赶忙收拾东西搬走。后来通过之前的租客才得知，原来那个房子的阁楼是一间棺材房，那些奇怪的声音也有可能是老鼠或者什么，但真的难以想象会有这种房东，所以大家以后租房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。听说过僵尸车吗？我家楼下就停了一辆，可今晚我却接到了他的挪车电话。麻烦你下来挪个车。然而电话里却传来了一阵哭声。我记得那辆车自我搬来之后就没有挪动过，难道车主回来了？没办法，我只好硬着头皮出去。可当我来到停车场的时候，却发现根本没人。一瞬间，我浑身起满了鸡皮疙瘩，甚至都不敢多看他一眼，急忙把车开走了。从这以后，我就再也不敢把车停到他前面了。可没过多久，我回家停车时，却遇到了更诡异的事情。刚下车，我就注意到一阵断断续续的声音，听起来好像是有人在哭。更可怕的是，这声音竟然和我那晚听到的一模一样。我双脚像灌了铅一样，根本迈不开。这时我忽然听到身旁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声响，一回头却发现旁边的车里居然有一张煞白的脸。可等我睁开眼，却发现面前站着一个男人。怎么妹子，遇到什么事儿了？我看着他手中正在播放的视频，难道是手机发出的声音？大哥，你听没听到有人在哭啊？没有啊，你别吓唬自己。可还没等他说完，那哭声又传了过来。这时我忽然感到有人在拉我的衣服。妹子，你别害怕，哥保护你。我内心有些无语，向着声音的来源看去，发现那声音好像就来自那辆僵尸车。难道那辆僵尸车上真有什么？我和大哥都想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于是我们一路走了过去。可不知道为什么，
我们看到那辆车的瞬间，哭声就停止了。我和大哥相视了一眼，缓缓地靠了过去。我们发现车里面好像有一阵微光，那辆僵尸车果然有问题。正当我用眼神求助大哥的时候，那哭声又从僵尸车传了过来。我吞咽了一口口水，身体仿佛不受控制一样，缓缓地靠了过去。大哥伸出手，一点点地擦去车窗上的灰尘，直到我们看清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趴在方向盘上。这人是谁啊？突然，他猛地抬起头看向我们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只是太想我父亲了，因为这是他生前的车，所以……我的衣柜里竟然发现了一堆陌生的信，可我明明记得柜子一直是锁着的。事情最开始不对劲，是我网购了一条紫色的裙子，然而第二天我就收到了一封信。亲爱的，你穿紫色的裙子可真好看。可我记得我从来没有穿出去过，她怎么会知道？我索性把事情告诉了闺蜜。没准是谁跟你开玩笑的吧？不可能，我没跟任何人说过，快递也是我自己签收的。我瞬间想到了一个人，能知道我详细地址，并且知道我买了裙子的，只有我们小区的那个快递员。你把这件事情发到业主群，看那人下次还敢不敢了。按照闺蜜的说法，我虽然并没有指名道姓，但还是在群里发出了警告。群内的业主也都积极响应着，而那个快递员在群里默不作声。也许他并没有想到我能勇敢地站出来。我原本以为这件事会这么结束，可万万没想到，第二天一早，我又收到了一封信。不要喝那么多咖啡，会对身体不好的。这封信如同一颗炸弹，在我的脑海里炸开。因为我只有在加班的时候才会喝咖啡，甚至这个习惯也是最近才养成的。难道不是那个快递员？公司里发生的事情他不可能知道。可如果不是他，难道是同事张明？记得之前公司聚会结束，是他送我回的家，而且他最近还跟我表达过心意。难道是因为被我拒绝，所以我赶忙联系闺蜜，把所有的事情告诉了她。闺蜜和我想的一样，也许只有离开公司才能摆脱这种人。我如愿办好了离职，果然从那天起，我就再也没有收到过任何的信件。当我以为一切都结束的时候，那封信又出现了。可这次，它竟然就摆在我的床头柜上。你已经很久没有拿起你的画笔了，你不是最爱画画了吗？原来是我错怪了所有人。其实从一开始，写信的人就藏在家里，而且他好像比我自己还要了解我。我惊恐地扫视着屋里的每个角落。等等，那个一直锁着的柜子怎么打开了？这些信里怎么写了这么多和我有关的事？你以后长大想干什么呀？我以后要当一名大画家。你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成绩，与学习无关的事都放一放。闺女，妈给你选的专业以后能挣大钱，听我的准没错。大家都在努力，让你加个班有这么难吗？原来这些信是我写的呀！但这一次，我要做我自己。苍狼自把这世界知道，也成你的其中梦。千万不要让妈妈知道你会说话。我疑惑地看着姐姐递来的纸条，还没想明白是什么意思，门口就传来了一阵声响。妈妈怎么来了？我不停地示意着姐姐，身后有人。姐姐似乎也秒懂了我的意思，慌忙地把纸条攥了起来，僵硬地转身看向妈妈。我注意到妈妈的脸上好像闪过一丝阴冷，她是不是看到了什么？芊芊，快吃完赶紧睡觉。妈妈的样子虽然吓人，不过她好像并没有发现纸条。
可姐姐的表情很为难。我知道，妈妈又要逼着她吃药了。记得刚来家里的时候，姐姐每天都要吃这样的药。有时姐姐抗拒，但妈妈也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逼着她吃下去。而我敢肯定，那个药绝对有问题。因为姐姐每次吃完，整个人都会变得非常痴傻，不会笑，也不会哭，只会呆呆地坐着。姐姐吃完药后，妈妈心满意足地离开了。就在我准备睡觉的时候，姐姐忽然拍了拍我。那些药，我上网查过，都是管理精神类的药物。怎么会这样？妈妈不是最疼姐姐了？还没等姐姐说完话，门外就响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妈妈又来了，她是在监视我们吗？怪不得姐姐不让我说话，我能感觉到身旁的姐姐也非常紧张，她的身体一直在颤抖，好像也注意到了门外的妈妈。我和姐姐只能装睡，好在我们装得很像。妈妈看了一会儿后就离开了，我松了口气，幸好姐姐反应快，不然我都不敢想象会发生什么。我转头看向姐姐，却发现她竟然被吓哭了。她委屈地看着我。其实我今天根本就没吃药，以后也不会吃了。姐姐轻咳了2声，吐出了药丸。她用那张纸条包好，塞进了我的口袋。可不知道为什么，姐姐猛地停下手中的动作，眼里充满恐惧。一个影子突然从她的身后靠了过来。芊芊，妈妈怎么还在这里？她是不是全都知道了？所以我会怎么样？看着她那阴森的面容，姐姐被吓得说不出话，完全忘记了妈妈在叫她，甚至就连她在坐到床上的时候，姐姐还在不停地颤抖。她看姐姐没有说话，一把将口袋里的药丸拿了出来，紧紧地盯着纸条，随后抬起了手。芊芊，你的病又复发了，好好吃药。来，吃了药啊，你就不会再听到他讲话了。姑娘，这里是14栋1单元吗？我被这突然出现的声音吓了一跳，回头看去，才发现是位大爷正站在我旁边。他佝偻的姿势抱着一个破旧的箱子，而透过箱子的缝隙里，我竟然看到了一只眼睛。一瞬间，我愣怔在原地。哎，那是什么？为什么要装在盒子里？我僵硬地指了指电梯旁的楼台。谢谢姑娘。他依旧咧着嘴，笑眯眯地看着我，那浑浊的眼睛四处打量着。电梯到了，就在我刷卡按楼层时，他也走了进来。我缓缓地靠向电梯的角落，余光也一直在观察着他。然而随着电梯的上升，他却迟迟没有刷电梯卡，也没有去按任何楼层。我心里越发觉得不安起来，忍不住还是问了出来：大爷，你是去哪一层啊？是不是忘记刷卡了？哦，我去1704送个东西。说着，大爷拍了拍怀里的盒子。他沙哑的话语让我感到冷汗直流。我僵硬地转过头，不再搭话，因为1704就是我家。我确定我根本不认识他，而且看他的样子也不是快递员，那为什么要给我送东西？眼看着电梯一层一层的上升，17层离我越来越近，我到底该怎么办？电梯缓缓打开，他先一步离开了电梯，我慢慢地跟在他的身后。可我并不确定他的目的是什么，所以我还不敢回家，只好躲进了一旁的消防通道。很快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传来，让我不自觉地有一种莫名的紧迫感。有人吗？我不敢想象，如果我直接贸然回家会发生什么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声音渐渐消失，周围也是一片寂静。我悄悄探头向外看去，走廊外确实已经没有人了。我微微松了一口气，立马快步走到了家门口。然而，就在我开门的瞬间，一阵摩擦声传来，刚才那个诡异的盒子竟然就在我的脚下。我既好奇又害怕，紧张地蹲下身子仔细查看。这时我才注意到，箱子的侧面竟然就写着2个字：芊芊。这不是我的小名吗？就在我疑惑间，身后突然传来了一阵脚步声。你就是芊芊吧？
可就在我关门的时候，他却一把将门拉住。你一定要收下，一定要收下。他一边说着，一边把盒子扔进了屋里。但好在我把门及时关上了，因为惯性我直接摔倒在地上，手也不小心直接压到了盒子。原本老旧的盒子一下被我按了个窟窿，手也顺势伸了进去。我摸到了盒子里的东西，它的触感软软的，就好像……我吓得抽出了手，可一个颜色老旧的玩偶掉了出来。这是什么？我有些疑惑地看着眼前的玩偶。这时我注意到玩偶的手上还紧紧地攥着一张纸条：芊芊，生日快乐。这是爷爷写的。喂，芊芊啊，今年过生日来爷爷这里吗？不要去，那里没有好玩的。爷爷今年还给你准备了礼物呢。我要海绵宝宝，海绵宝宝。我发疯似的跑出了房间，在电梯前拦住了那名大爷。芊芊，这是你爷爷让我代交给你的。可那个家伙没告诉我你住在哪儿，本想在那年你爷爷葬礼的时候拿给你，可你走得太急了，还没来得及给你。但好在啊，现在终于找到你了。码错误，请重新输入。密码错误，请重新输入。是谁在门口？因为我住的是老房子，隔音很差，一点轻微的响动都能听得清楚。我竖起耳朵仔细地听着外面的声音，然而下一秒密码正确的提示音传来，我也终于松了口气。肯定是室友娜娜，估计又是喝多了笨手笨脚的按错了。随即而来的是一阵轻声低语的声音，好像是一直和别人在打着电话。我有些无奈地掏出了耳机，准备听着舒缓的曲子入睡。就在我快要睡着时，一条令我头皮发麻的消息发了过来：我在楼下的水果摊，你想吃点什么吗？等等，娜娜还没回来，那门外的人是谁？报警！娜娜，家里进来人了。声音怎么停了？阿姨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在我家干什么？快出去！妈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让你在医院？你又是谁？怎么在我女儿的房间？妈妈，我这次考试考了100分哎！真厉害！那你猜猜，妈妈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？哇，草莓蛋糕哎！慢点吃，妈妈以后还给你买。芊芊，妈记性越来越不好了，让我去疗养院吧，不给你添麻烦了。妈，你怎么自己回来了？芊芊，你最爱吃的草莓蛋糕。我疑惑地看着手里的头发，这个颜色显然不是我和闺蜜的，难道我不在家这段时间有别人来过？我随即找到了隔壁的闺蜜。娜娜，最近有朋友来家里吗？没有呀，你旅游这段时间我就自己在家。啊，那这些头发是哪来的？闺蜜看着我手上的头发，表情变得复杂。这可能是我那顶假发上的吧？说着，她就慌张地把头发扔进了垃圾桶。娜娜明显在撒谎，我知道她从来没戴过什么假发，很明显她在刻意隐瞒着什么。但我今天实在太累了，又不想因为这点头发小题大做，索性我便没再继续追问，回房间很快就睡下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被一阵水流声吵醒，到了浴室我才发现竟然是下水道堵了，满地的污水还散发着阵阵恶臭。
我一边清理一边准备打电话，可当娜娜知道我要叫人维修的时候，她却神色紧张地拦住了我。哎呦，我收拾就好了，不用麻烦别人了。说着，她就把我直接推出了浴室。我虽然很想帮忙，可她好像根本就不想让我进去。一种不安的感觉油然而生。娜娜这也太反常了吧！我明明记得她洁癖很严重，又怎么会主动去收拾浴室的下水口？这时，茶几上一张奇怪的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。照片上是一个女孩，但是她的脸已经被人恶意的涂抹掉了，而她头发的颜色就是黄色的，甚至长短也和下水道的头发很相似。难道你在看什么？娜娜的声音突然出现在我的身后，我被吓了一跳，手中的照片也落在桌子上。别乱动别人的东西！说着，她一把抢过了照片，快步走进了卫生间。我被娜娜突如其来的动作吓得愣怔在原地，她怎么会变得如此陌生？娜娜绝对有问题。这时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乱了我的思绪。是你家要通下水吗？门外站着一个维修工模样的男人，但总感觉好像在哪里见过他。娜娜，是你喊的维修工吗？我接连喊了几声，可娜娜没有丝毫回应。门外的维修工一直在敲，我只好先将他请进来。然而当我打开卫生间的门时，眼前的一幕让我彻底傻眼。刚刚走进卫生间的娜娜竟然凭空消失了，只剩满地的污水在不停地翻涌。我失神的愣怔在原地。不可能啊！我明明亲眼看着娜娜走进了卫生间。我还来不及多想，维修工已经开始疏通起管道，可伴随他的动作，越来越多的头发涌了上来。难道下面真的有？这是那个女孩的衣服。一瞬间，似乎所有的事情都串联在了一起。娜娜去哪里了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就在这时，身旁的维修工仿佛听懂了我的心声，手指轻轻点了点地上的衣服。你找娜娜？就在这儿吗？如果我没有那么重的好胜心，也许娜娜就不会发生意外。芊芊，我刚染的头发，快给我拍个照。娜娜，咱们去游泳吧，看看谁游得远。芊芊，我们已经离岸边太远了，快回去吧。你就是没我厉害，你看我还能游。芊芊，我没力气。娜娜，你说什么？咱们回去吧。你们游那么远干什么？知不知道下去玩水是很危险的？你们一点防护措施都没有。娜娜，我不想游了，你回来呀！我希望你能勇敢起来，去面对这场意外，哪怕不是为了你自己去面对。居家的鹦鹉总会讲些奇怪的话，我好奇地拍给闺蜜看，可闺蜜却告诉我她说的是杀了你。想起在我搬进来的第一天，这只鹦鹉就满嘴胡话，它不停扭曲着瘦小的身体嘶吼着。一开始我还没注意，可过了一会儿，它居然哭了起来。我从没有见过会哭的鹦鹉，于是好奇地看了过去，可它根本没流一滴眼泪，而是在模仿哭泣的声音，顿时让我感觉心里毛毛的。据我所知，鹦鹉都需要在特定的语言环境里才能学会说话，这也不禁让我好奇，屋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虽然住在隔壁，但我印象里从来没有见过他家有人进出，索性我就问起了邻居王哥。据王哥说，他也不是很熟，只知道隔壁住的是一对新婚夫妇，但是男人比较忙，很少回家，女人更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饿了就点外卖。这么看来，可能只是女人很宅，喜欢刷剧什么的。鹦鹉估计是从电视上学的怪话吧。然而晚上我刚到阳台时，鹦鹉忽然变得狂躁起来。放开！干什么？我赶忙录下这诡异的一幕发给闺蜜，可闺蜜沉默了一会，却说鹦鹉会因为某个场景或者物品受到惊吓，下意识重复当时听到的声音，这隔壁肯定不对劲。就在这时，隔壁突然响起了重重的关门声，随之而来的是一阵激烈的打斗声，女人的惨叫伴随着鹦鹉的笑声混杂在一起，隔壁仿佛人间炼狱一般。我的心里直打鼓，果然没猜错，我赶忙就联系了小区的保安。可等我们敲开隔壁的房门，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满身伤痕的女人，正瑟瑟发抖地蜷缩在角落。男人叫嚣着走了出来。你们干嘛？看着惊慌失措的女人没有危险，我微微松了口气，还好来得及时没让男人得逞。一旁的保安怒目圆瞪地看着男人。我们干什么？我倒想问问你在干什么。保安大叔气愤地问着，可男人一副自以为是的样子。
我打自己老婆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听到这里，我才恍然明白，男人肯定不止一次这样做了，所以鹦鹉之前才会有那些奇怪的反应。我气愤地和男人理论起来，随后掏出手机想报警。就在这时，屋内却响起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声音，是那只鹦鹉又说话了。刚刚还瑟瑟发抖的女人明显愣了一下，紧接着我们四目相对，我仿佛在她的眼睛里再次看到了勇气。她挣扎着起身，踉跄地跑了出来，而一旁原本嚣张的男人此时慌了神，一把拉住她。我爱你，老婆，我知道错了，求求你不要走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女人露出了复杂的表情，犹豫地看着男人。我盯着她遍体鳞伤的身体，忍不住开了口：家暴只有0次和无数次，难道你还想受他的荼毒吗？女人的身体一颤，终于还是狠狠地甩开了男人的手。这一次，她选择了勇敢的面对。我被这猛然出现的一幕吓了一跳。人怎么会长着兔脸？是我看错了吗？我赶忙拿出手机录像，可屏幕中的兔脸怪人忽然伸出了手，猛然指着我的方向，手指轻轻地点了几下，紧接着就疯狂地跑走了。我松了口气，但总觉得哪里怪怪的。他指着我是什么意思？我反复地看着视频，可越是看越是觉得汗毛倒立，因为他的手指点动了6次，而我就住在6楼。难道是他要上来找我？我赶忙去叫醒合租的闺蜜。小妖，醒醒！可不知道为什么，闺蜜一直陷入沉睡，怎么都醒不过来。我感到一阵恐惧，想了想，我赶忙给小区的保安打去了电话，说明了情况。挂断电话没一会，门口就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是保安吗？这么快就来了？我提心吊胆地靠近房门，透过猫眼向外看去，正是我们小区的保安王叔。我松了口气，赶忙打开房门。我刚要说话，就看到王叔露出了惊恐的表情，他脸色惨白，接连后退了几步，颤抖的手不停地指着我的身后。就在这时，我突然感觉脖颈处传来了一股热气，我被这突然出现的气息吓得一激灵，僵硬地转过头去，那个兔脸怪人就站在我的身后，正在发出诡异的笑声。我猛地惊醒，刚才的是梦吗？可门外还在回响着那诡异的笑声。难道那不是梦？我吓得惊恐地蜷缩在床上，那声音离我越来越近。忽然间，那诡异的笑声停止了，转而是一阵拖沓的脚步声。我的身体止不住地打颤，那脚步声在门外徘徊了一会，径直地停在了我的门前。倩倩，你是做噩梦了吗？看着是小优着急忙慌地跑进了我的房间，我这才松了一口气。可不过一会儿，我就注意到了小优手里的玩偶。你看这个玩偶好看吧？你一摁它还会笑呢。兔子玩偶在小优的按压下发出了熟悉的笑声，可我却感觉眼前的兔子玩偶有些不对劲。它的眼睛也太红了吧，就好像……不对！我急忙起身，一把抢过小优手里的玩偶。这个玩偶是哪里来的？小优有些茫然。我在楼下小区门口扫码领的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小优说着还掏出了手机。快报警！这玩偶里面有摄像头。越是脑补，我越是感觉害怕，因为我确定那个高跟鞋的声音就是从墙上传来的。我是前段时间搬过来的，搬家的当天，隔壁就爆发了激烈的争吵，可没一会儿就戛然而止。也就是从那天起，这诡异的声音就响个没完。更重要的是，它每天都会在凌晨1点10分准时响起，就连今天也是一样的。我吓得一夜都没睡。到了早上，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去上班，刚开门我就遇到了隔壁的邻居，他特别高，甚至比有些男孩子还高一些。今天他和往常一样，把自己又遮得严严实实，口罩、墨镜、帽子一个不差，苍白的皮肤毫无血色。想了想，我好像确实从没有看过他到底长什么样。在下楼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他在穿着高跟鞋走路的时候特别别扭。难道晚上他是在家里练习走路？我赶紧摇了摇头，哪有正常人会在墙上练习走路？可不知道为什么越是去想，越是感觉他身上有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怪异。我心里有些不安，便急急忙忙地跑下了楼。一路上我克制着自己不去想，可那女人怪异的模样一直在我脑海里不停地出现，搅得我心神不宁。于是我便请了假回家。一回家，我立马就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闺蜜。闺蜜看了消息后便安慰我，别自己吓唬自己，
我看他这么怪异，就是他干的。要是晚上再有声音，你就录个视频，到时候找他也好说。看着闺蜜发来的消息，我稍微安心了一些。算了，不想了，赶紧趁机会好好补个觉。到了晚上，我准时起床，直接打开了手机录像，静静地等待着隔壁的异响。时间很快就来到了凌晨1点，我打足精神，紧紧地盯着墙面。1点10分，咔嗒咔嗒，那敲墙的声音又响了起来，但不知道为什么那声音比之前小了许多。到了1点11分就戛然而止。那个女人就是故意的。我赶忙把视频发给了闺蜜，被我抓到现行了，我现在就去找她理论。可闺蜜的消息却让我陷入了沉思。她每天都这个时候敲吗？敲1分钟是什么意思？对呀，闺蜜这么一说，确实有些奇怪。敲1分钟是什么意思？我反复的翻看着视频，实在想不明白。1分钟？我回想着前几天自己被吵醒的时候，好像都是1点10分。1点10分。难道她是在向我求救？可我明明白天才见过她，但总感觉哪里怪怪的。对了，勾结！她一个女生怎么会有勾结？还是一个男人假扮的？一想到这里，我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。最终隔壁的女孩得救了。原来在我搬来的那天，她就被男人关在了家里。幸好我读懂了她的意思，让她成功被解救。